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我不知道你们赚没赚钱，反正我是赚钱了。为啥呢？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前2期的节目啊，对比一下当时的 K 线走势啊，看一看我预判的准不准。那我预判的既然能准了，那我肯定赚钱了嘛。好，今天咱们节目的主要环节来讲一讲大环境啊，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都是和经济大环境、社会大环境有关的。尤其是这个坏消息啊，真的是关乎于你们每个中国人、大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的致命问题。说这个是坏消息吧，其实这个坏消息对某些人来说呢，还算是好消息呢。这个问题咱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来说，在前半段呢，我主要来讲一讲经济局势，而且呢，我还会讲一些链上数据的。来分析一下这几天我们是否该进场抄底啊？结合整个经济政策大环境来讲。OK， 在我讲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就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也有可能是我忘了说啊，那就是没有数字，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随机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1周开奖1次啊，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先来说好消息啊，这个消息真的是重磅好消息啊！如果说这个消息能落地，那么对身在币圈的你我，可以说是今年到明年最大的利好了。那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来，你们仔细听好了。美国加密货币监管法案的部分内容可能会在6个月内通过。美国的2位参议员在周五，也就是前天表示称，在未来的6个月之内，一项全面的加密货币监管法案中的一部分可能会提交给总统拜登去签署。该议员说：“我认为从现在起的6个月内，我们将看到。”至少它的一部分会出现在总统的办公桌上。该法案的一个部分将赋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对被视为商品的数字资产的监管权利。该部分已经准备好向前推进。它预计数字资产的监管框架将在2党的广泛支持下在参议院通过。各位，你们没有听错。这个法案啊，将会使数字货币商品化、合规化、合法化。这个消息现在已经打着拜登的名号了。如果说加密货币被美国的政府合法监管了，那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这就意味着像比特币呀、以太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加密货币啊，能通过审核的。他们的什么现货 ETF 呀，或者是作为交易商品类的投资产品，是能够合法的呈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的，甚至有可能还会得到政府的政策推广、政策支持。那这就比加密货币长期以来的那种只能在民间口耳相传的形式、人传人的形式的销售威力要大得多了，是不是？毕竟币圈现在还只是非主流，基本上大部分的国家是明令禁止的，或者说是反对的啊。玩币圈的人大部分都是口耳相传，是吧？所以呢，币圈和主流的证券呀、股票呀、黄金呀是无法比的，差太远了。可如果美国真的把它合法化了，而且美国又是世界上第一牛逼的国家啊。把它合法化了以后，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国家也跟风跟进，那么就有可能会开启牛市啊。不过呢，这个路途还很遥远，咱们只能说啊，有这条线儿，算是长期看好。但是这种消息对我们短期的利益影响啊，是非常的有限。我们要判断短期这几天是否能买入或者是盈利啊，还是要看一下近期的数据指标。目前美元指数从13号的 CPI 公布的当天当天算是涨了一点，到现在呢，又跌下来了，是处于略微走弱的状态。那如果说美元指数走弱，
则其他的投资产品，比如股票呀、加密货币呀、黄金呀，就有可能走强，此消彼长嘛。目前其实市面上已经接受了75个基点的加息预期。如果说11月份加息是75个基点的话，则对盘面下跌的影响力度不会太大，就算砸也不会砸太深。可是万一加息100个基点呢？因为美联储的一把手是川普的心腹、共和党的铁杆党员鲍威尔你不能排除他主控的美联储会在中选之前给民主党选举来致命一刀，直接给你搞个100个基点的加息，把你的票仓全部打烂，让老百姓受不了了，崩溃了。反正是你总统背锅嘛，对吧？不过呢，就算加息100个基点，在此之后呢，12月能加息多少个基点？了不起50个基点了嘛，对吧？尤其是当加了100个基点以后，那12月就加50个基点，这就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啊？就是美联储将迎来接近半年以来可能是半年多了第一次小幅加息。那它究竟是利好还是利多还是利空？我相信大家应该是能有个衡量。不过呢，12月还早着呢，我们先挺过11月再说吧，对吧？那我们要挺过11月之前，那从现在10月到11月之间，我们还有没有操作机会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民主党他为了他的选情，他必然会在接近选举日开始之前就营造经济繁荣的景象。所以说呢，这个月的博弈其实很厉害，牵扯到了美国政治内斗经济政策总统的一些职权的授权、干涉经济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你现在去做的话，风向很乱，但是我们只需要判断有一点就是下个月加息肯定是挺恐怖的。但在这之前呢，庄家们还是要赚钱的，他们该拉盘肯定还是要拉的，因为不拉盘他们就没钱赚，不制造波动，他们无论是搞期货还是搞合约还是搞现货套现，都没有办法去执行去进行下去了，因为盘面没有波动，则代表他们没钱赚，所以呢，他们还是会制造波动的。那制造波动肯定就有拉盘砸盘嘛，那他得先拉才能砸嘛。但是这个拉能拉到哪儿去呢？拉的上限有多高呢？我认为不会太高。接下来的走势应该是以小反弹割韭菜为主，所以呢，我认为这段时间你去加仓是可以加的，它反弹肯定是要反弹的，但是你不要期望利润点太高，见好就收，懂了没？看准时机吃几个点的利润就跑的操作还是没问题的然后呢，面具人，我想再给大家科普一下经济的干货一些知识。我们都知道，美国的 CPI 现在降低的很缓慢了 ，CPI 的压制幅度已经不是很明显了。在经历了多次的加息之后 ，CPI 的降幅居然只有0.1个百分点了。这一次 CPI 公布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但是你们不难看出那就是美联储加息虽然一次比一次狠，可是呢 CPI 的抑制幅度却一次降幅比一次低。那这就证明了美联储的加息对通胀的抑制能力在逐渐的减弱，而加息的边际效应副作用在逐渐的显现。在美联储决定加息的时候，面具人我当时就说过，加息只能暂时抑制需求端，可如果后续的供给端跟不上，加息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反而会增大通胀。因为你们想嘛，房租、租金、企业贷款、经营成本都在升高，那这就必然会导致商家们把增大的成本转移到商品上，则通货会继续膨胀。其实通胀它是动态的并不一定说加息它就一定会降低通胀，而降息释放流动性呢，就一定会导致通胀。其实降息释放资金也有可能会有抑制通胀的功能，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想一下比如
很多企业因为降息释放流动性，得到了成本更低的资金，他们把这个资金用于扩大生产，而生产力增加的速度和印钱的速度成了良性比例，则通胀就会降低，或者是通胀的增幅降低。明白了没有？他们拿到钱了以后加盖工厂，扩大生产，生产量增加了以后，那供给端一上升，则必然会导致供给端的价位降低。所以呢，通货膨胀它的根本原因问题是在于供给端，而供给端则反映的是供应链的问题，比如原油、原材料，甚至说一部分人力这些都是生产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假定房租成本变高，资金成本变高，那么企业的生产的产品的成本肯定也就会变高。但同时呢，因为加息，消费者手里面的钱也减少了，买不起了，或者说不能多买了，那么商家则在涨价还是跌价的这种问题中两难。因为成本变高了以后，它只能卖得更贵，但是呢，市场又矛盾了，市场也买不起了，它则只能降价。那你说到底是该卖贵还是卖便宜呢？那既不能降价，又不能说不卖那怎么办？又要降低成本，那怎么办？那则要减产，对不对？降低生产成本。那如果说减产，那则会导致原材料的需求降低，则会倒逼能源价格降低。比如说我的工厂以前是一天开机24个小时，一天要烧24个小时的油，烧24个小时的气，但是我现在生意不好做了，降低生产成本了，一天只开12个小时，则我的能源需求就降低了一半，对不对？这就会倒逼能源现在需求降低了，那油价、气价要跌。不过呢，其他的国家肯定是不会愿意中这种圈套的，明白了没？以前可能这些沙特盟友呀、中东盟友可能会响应你美国这种割韭菜的政策，但是现在不行了你这明显就是利用你的资金杠杆来倒逼去削减别人的利润嘛，对吧？所以你看，为啥中东要减产石油呢？俄罗斯要紧缩天然气呢？很简单嘛，你们看别国的动作就能知道了。你加息，那我也加息你减产了，那我也减产，等于说大家还是没变，苦了的是韭菜呀，是不是权贵们之间在那儿斗争，或者是割韭菜，增大自己的钱包，而韭菜们呢又被减产了，又没钱买东西了，是不是？资金成本又变高了，对吧？你减产，你让这些企业生产力下降了，那我也把这个把能源给你企业的生产力也给下降，大家都减了等于没减嘛，大家又拉回一个起跑线上。现在美国它就是在跟全世界玩超限战，看谁能扛得住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些企业甚至为了降低供应链、维持市场价格，就会出现传说中的商家们宁可把牛奶、面包倒到海里，也不愿便宜卖的壮观景象了。可能原来很多网友们都听说过这个说辞，想不通为啥那些企业资本家们宁愿把这牛肉呀、牛奶呀、面包呀倒到海里扔了、烧了，也不愿意便宜卖给穷人。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如果说他们便宜卖了，死的就是他们自己，明白了没？所以呢，美国的这种降维打击、收割韭菜的效果，就导致了全球的人越来越恶心，但是它的这种效果也越来越差，因为各国现在都用这种消极的办法来应对而整个供应链那只能下降了嘛，对吧？产能只能下降了嘛。产能一下降，经济社会生活一变难，最后导致的还是韭菜生活变困难，权贵们不会受影响，明白了没？但是整个全世界的市场经济、社会还有供应链在这种死扛之下问题又出来了。尤其是企业们，他就不得不卖贵，为啥？因为卖便宜了，他肯定是亏钱。卖贵了可能会卖得慢一点，但目前你卖贵了，卖一个赚一个，
你不至于你卖一个亏一个，明白了没？不过呢，你卖的贵了，肯定会卖得慢。那时间长了以后，你的销量不够，你还是会亏，因为时间成本摆在那儿。所以呢，卖便宜跟卖贵，无非就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那么大部分人肯定是选择晚死嘛，他不可能选择我现在就死，对吧？他肯定选择晚死，死扛到底，说不定呢，扛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政策转变。那至于具体要扛到啥时候呢？目前整个市场都是熊市。不光是金融市场啊，很多实体，尤其是创新行业、科技行业，现在也很难受啊。现在世界经济都有点大乱的迹象，但是这一次的世界经济大乱，咱们不都得扛着吗？可你们想一下，这一次的世界经济大乱，不是金三胖作祟，不是习近平搞鬼，也不是普京发疯了要射核弹了，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一种出于自保的行为，而导致了大家都被株连，都被连带啊。说到了习近平了，我想说一下啊，果然习近平在20大没有任何悬念的，肯定是连任了。你们看今天这个习近平的20大的直播节目吗？他在讲话的过程中讲话之前、讲话之后，从头到尾，你都没有看到主席的接任者。以往呢，中国的这个大会尤其是换届大会，都会由即将卸任的主席引荐接任的主席，两个人呢，你来我往的互相讲话。但是这一次没有从头到尾都是习近平一个人在秀在会场中讲他多么的爱老百姓，他多么的提倡民主自由经济多么的为人民好，让人民怀有自由。好呀，中国人现在到底自不自由习近平爱不爱老百姓，他有没有撒谎中国人以后的日子过得到底好不好，会不会好？我只能说，之前习近平的权力还没有达到顶峰的时候，来，各位中国老百姓，你们感受一下我先不说他好不好就你自己感受一下，你在习近平的这10年，跟江湖时期的10年和再前10年去比，是好了还是坏了呢？你的生活是相对更自由了呢，还是生意更好做了呢？又或者说是更难了呢？各位，我问你们你自己品一品。我不说他好，不说他坏答案在你心里面，咱也不用说是因为不好意思呀，因为怕国宝呀，因为怕周围人的眼光呀，说假话，说违心的话真正的答案在你心里面就行了自己有体会就行了。之前习近平的权力还没有达到巅峰呢，我现在告诉你们，习近平目前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人类领导人的巅峰了，全世界已经没有比他牛逼的了，没有比他权力再大的了你美国总统也统领不了14亿人他之前权力还没到巅峰的时候都能给中国搞得这么厉害那现在人家正式登基了，人家的权力已经真的是可以达到宇宙级别了地球领袖级别的了，你地球上找不到比他还权力大的人各位，你们的未来的日子会好会坏，我只能说用习近平的那句话来说，那你们的好日子来了。但是我个人的建议是，趁现在还有一丝丝的门缝就那么一点点机会了，给你逃生保财保命，你想抓住这个机会，你就该为自己考虑了。或者说呢，你也可以躺平，或者什么办法也不想岁月静好，歌唱祖国嘛。可能你会在未来的几年之后为今天的决定而后悔。 OK， 如果你们想要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得到我及时的点位分享和参加高倍率的早期项目，包括资产避险的指导意见，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各位庆丰元年的第一天开开心心的，祝你好运，再见。